得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就只有我们这个村有。你说，那你这还奇怪还神奇？我到现在我始终都没有解释开。这锅做的好吃。对，还是这种大铁锅。中央电视台、跟安徽电视台、河南电视台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。这是哪儿啊？芒砀山呐。这个地方不错，咱们就在这儿住下吧。2000年来，有一种声音只在这里响起，可为什么却始终无人说得清，成为了他最大的遗憾。干呢，这胳膊就慌着这水直了。这样的完了。慢慢的。你看你得吹好了。这个胶泥也必须是芒山当地的。哎，就是我们这个村庄，把这1米多深的这个胶泥，哎，那其他地方胶泥行吗？其他地方的可能不能用，还奇怪。这也是未解之谜。得几百年的历史。就这个模子。另外这个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那好木。这俺爷爷都记不清。你现在开都不大，很少能开了。这是个石头的。我说这个永城博物馆还有这个萧县博物馆没有这一套东西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只有咱这儿有。只有我们这个村庄。全国就咱这个村里的会捏。哎，其他他不会捏。你说，那你这还奇怪还神奇？我现在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出来。您是第几代传承了？那我说不清了。打汉朝一直到现在，你看看，那完得几百代传承人了。那你看了啊？你想想，怪物的在那个，你看都，你坐好看啊。就这样了，看这个木里头就这样了，一摁。拿起来了，你说粘的没法治，慢慢讲究弄这么跟小鸟一样。还没有嘞。这就不长木了，这手工的这是。没有那个多那个鸟。有多来，我给拿去。你没治好。画上翅膀。就这样了。是的，你说这个也怪了。按说这个三里武庄也赶庙会，也都来买。你说要是100-200年吧，没人会。关键是这几千年了，其他人还不会。这应该跟历史有关系，或者是也可能这几句话有关。还得研究，我还得找点历史。这是刘邦这几句说，刘邦说的。
上了。这弄松香。松香，这是整个的，整个的松香。哦，这是把它砸成的粉儿。砸成是这当蘑菇啊。你看，就得用它。就是一直用松香。对。以前我可能估计不能用，以前它有不用。它不长这，它就稍稍就完事了。对，以前可能没这么好看。对呢，这以后呢，经过人的加工，哎。啊，这柴火也有讲究。哦，这柴火。锯末，上这锯末，你看这。啊，锯末了，这家伙那硬乎的。你看看。哎呀，烧我都烧那大一嘴，自己烧一夜，这盒给点着，天明才能拿来。哦。那藕不能长这柴火，这柴火一直有一点火吧，啪啪啪啪就炸烂了。还得这个碎的。得碎末子。你开始现在就得配了。就这样了，我这一桶都就得让撒一桶，就这样了。别的柴火太大，火炸能帮我。那没人那个。这就是这边的，不管能把它当这锯末，完了，上面。我拿个棍过来，我装。你给我拿个铁锅过来，我这好。我那还拿点水喷吗？拿个火样样，拿个那来。大火一点就得喷，就得这样水喷，就得喷灭它，就这样卤。你叫它有一点火头，它就啪砰嘛就不乱炸。刘邦在邙山队伍已经拉成了有100多口的人了，100多口的人，这个事情呢，这个秦朝就知道了，秦朝知道，他认为说这股力量是很大的力量，必须呢得消灭把刘邦这回这个消灭掉，他就秦朝就派兵以后呢，就围操这个邙山。刘邦一看他的人少，咋的这呢？就号召他底下的这个士兵们，咱们要想办法避免秦朝的兵来捉拿我们。可巧我们村庄有一个人在刘邦部下，他也想办法，我得看看想办法来避免秦兵的来抓拿。在回家的路上发现这个一个芦苇断了芦苇，被风一吹能发出响声。结果以后呢，他就琢磨，我咋能把这个能吹出发出声音呢？他在我们这个当地呢，就挖一块泥，这个就捏成了制成柔软绳，捏成小响，一吹发出响声，发出响声，他马上就告诉了这个刘邦。刘邦认为能发出响声，就在这个小响上做文章吧。这个小响经过长期的这个研究琢磨，小响能发出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声音能代表什么样的这个意思。结果以后呢，这个刘邦呢就把这个我们条集村那个泥小响就叫做哨子。这个哨子呢能一直流传到现在，部队现在还用这个哨子。它这个一条街的泥小响是历史上不可琢
做么的这个功劳，他有一定的功劳在历史上。燃烧的很，你叫俺这治理的也说对他烧一夜，我还不能让还不能让他着火，还只能让他沤这个的。你说这都3、4年了，4年整了4年多了，那这87到现在你这4年多，这10来多了还不咋个嘞。能卖1块2千个，1块钱一个。嗯。非小泥料那得1块5、2块。好几天出这么一锅，才卖1块钱一个。哦。没现在便宜。没现在。这样玩具多了，卖的也少了，买的也少了。主要是玩具多了。对。用这个锅炒。嗯。都做搁这锅做的好吃。对，还是这种大铁锅，柴火锅。这全部过程你反正知道，你看看了吧？嗯，要不然年轻人不做会失传呢。那你给他做这，你看多又不值钱，功夫多大？是。失传，再说10年失传了。要是再过几年您不做了，只能成为人们一种怀念了。对了，那。现在我有2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俺一条街会治，其他庄上不会治？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能延长到现在？是，这确实是2个历史性问题，也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话题，是吧？你说方圆周边这多少村子、寨子、庄子都知道，就你们这一个村会做。他不会治，他不治，而且就这么一个简单，说是挺普通的一个哨子，能传2000多年。你看，他为啥能传2000年？以前是为了经济上，我觉得也有点经济为啥，他能来点钱。对。再一个，我估计他有神，我们茅山有个庙，谁买这个小香，能得了好运，一生当中。一种象征啥的这所以说我估计这个方面也有关。你不知道买小香的这周围他不会捏，周围的茅滩几十里路的小孩拿了绳拦了，给香吹不给香吹，不给香吹，拉家给人拉进吹，他骂人说都买了，都买以前的那个八斗，你知道八斗我就篮子都买几篮子。开庙会都往路顶撒，那时候也有关，这个我觉得也有关。你就是现在你们这个历史文献资料也没有查到？没有，可能就是这好像是。希望你赶快解开这个谜底。对，我看了那个我盯着那个刘邦的那个语言，对他还有关。他好像你学来一句话，咱说迷信话。说君子口来无信言，这君子留的话，他都往下传那个，我估计可能对这也有关。对，也是一种文化意义，或者是强制性的流传。也可能那个，你看这，哎呀，我认为要失传了也太可惜。没事，到时候看看。如果有人愿意学，你教他们吧。谁学？学啥？没人学。其实最好是找咱们当地的，是吧？你其他地方他没有这个东西，他觉得也没有意义。没意义，不值钱，他不如打工。确实是，现在首先咱得养活。
你看年轻人谁干？三个线的，那个十几个。你看这脚不能气。会十几几十个的。别打了。那些中央电视台、给安徽电视台、河南电视台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。对，世界级唯一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哎，能传到现在，也说明，反正是具有一定的很大的历史意义的和背景。看，这个领导也重视。你永城县的那个文化部长、小县的县委书记都到我给我手照着相和，但是他具体他也那个，他说给我办个什么非遗化什么文化什么遗产什么证，到现在材料报上去了还没给我下来了。啊，报上去那就快了。那个非遗的证书，在元朝的末年，我们这个地方很混乱。混乱呢，我们刚有一个秀才，呢，说的我们这些当时我们村庄有河庄，有李家村，有乙庄，他说这种的都3户2户，咱不行，当时有光抢，
他说咱们呢不如都合在一起，打东头到西头，咱都连在起来，咱能更好的保护咱的家产不能受损失。团结起来。哎，能团结起来。接着呢，为了生东西，你的屋你的屋连在他的屋，他的屋连在他的屋。哎，我们这时候当时我们这个秀才一看，这过了几个月了，这个新村咋能起个名呢？他一看这个村这家户连着这家户，哎，干脆吧就叫一条街吧。哦，是这样来的。这样的。那什么时候改成条集村了？为了这底下的人，为了不会写一条街这个街，都有呢这些本子大王都开始用开门大吉的吉了。其实你查历史上还是一条街的街，五级的街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我说地图上是条街，这边都说一条街。哎，一条街来历打西头到东头，房连房，屋连屋。哎，这是又了解了。看看这一条街的历史。摆地上，你再摆在这个编好的就完了，这个内盒了。咱这是红旗，它是个黄旗，我是黄的。看咱去路见了，你要不信，你咱们要春天来看看，这政府叫它治上了，那片红红的样子。这都有意义的。这会儿漂亮了。这三个点儿代表什么？红的代表这个刘邦在邙山起义，白的代表他在邙山栽过白蛇，这个黄的代表刘邦的旗帜。哦，这三层意思。所以说你这个小香你不点燃，你到邙山你也没人要。让人们买回去，哎，既是一种怀念，又是一种意义，还能代表咱们邙荡的历史文化。对了。好听，好听，这就是在军队用的这个口令。哦，你看，这是集合，这是当官的，召集当官的这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鼓鼓这样的哈，哦，这样的哈，双响掌这是，看这个双响掌。真亮这个音儿。有这个鼓，他都不会吹。真香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传承人能否揭开你小小的千古之谜，完成他的心愿？敬请期待。